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身边的人谈起买房，都带着一点叹气，太贵了，银行不批，赚几年也追不上首付。这些话几乎成了年轻人聚会时的固定台词。最近 KRI 的报告又把这个话题推上热搜。数据显示，马来西亚的房价中位数已经是国民收入中位数的3倍多，超过了联合国认定的可负担标准。听上去好像又一次印证了大家的感觉，房价太高，收入太低。但如果我们冷静看一下，问题也许没那么简单。很多人会说买房难是因为房价涨太快，但其实房子本身就是一种自由市场商品 （free market）， 它不是政府定价，也不是谁规定你可以买哪一间。市场要的是供需平衡，你想要的地段大家都想要，价格自然上去；没人要的区域，折扣再多也没人买。比如说柔佛这边上半年推出了5000多套新屋，听起来供应充足，但销售率只有44%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是每一个有屋卖的地方就代表大家都想住的地方。过去的上一代人买房确实不容易，但他们有一点优势，只要你能拿出钱，银行就批。现在反而相反了，看似贷款容易，优惠多，但真正能批下来的人却越来越少。很多开发商现在打出的广告是什么？免律师费，送家具，包装修。可是再多的优惠都抵不过银行一句不批。我认识不少刚出社会的朋友，有的收入还可以，4000到6000令吉，可是信用卡负债太高， EPF 没存够，或者工作刚换不久，贷款直接被拒。不是他们不想买，是系统觉得他们风险太高。再来说说买房最常见的一个混乱，到底你是要住还是要赚？很多人说我买来自住了，顺便投资，听起来完美，对不对？但现实是，自住要舒服，投资要回报，两者往往不同。你买来住可能喜欢安静、绿化、没噪音，但要出租赚钱，你反而希望人多、交通方便、地铁旁边。这两个方向本来就不是一条路，所以买房前最该问自己的问题是：这间屋子是你的家还是你的投资项目？然后是地段 ，Location is everything， 大家都听过这句话，但其实 Location 只是第一步，真正决定你能不能赚钱的是地段加入场价加现金流。比如 KLCC 10几年前的价格已经天花板了，现在你回头看，几乎跟当年一样。那时候很多人说这是黄金地段，一定赚，结果10几年过去，一毛不动，反而像 Monkeyara、Bangsar South， 还有那些靠近轻快铁的 TOD 区域，租金在稳步上涨，现金流更健康。所以投资房不是看哪里最贵，而是看哪一间低于市场中位价，还能养得起自己。再看数据， NABEC 的报告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交易量比去年少了 1.3%， 但总交易值反而涨了 1.9%， 总额高达 107.60亿令吉。什么意思？买房的人变少了，但出手的都是挑好货的人，他们宁愿少买一点，但买得稳。同时供应在减少，人口在增加，结果就是租金涨了。现在普通住宅租金延涨 8% 到 18%， 靠近地铁的区域甚至高达 15%。 在这种环境下，房价不一定飞，但租金正在飞。所以这几年聪明的投资者不再拼升值，而是拼现金流。一句话，能靠租金养房的才是真资产。如果你刚开始工作，收入还不高，别急着上车，先把你的现金流算清楚，信用分数养好。当你确定工作稳定，有储蓄，还得起贷款，那时候再去签35年的按揭也不迟。因为在马来西亚，买房不难，难的是买对。大马金融热点追踪，让我们一起关注这些趋势，跟踪马来西亚金融市场的最新动态，迎接那些充满潜力的投资机会。